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巴森家第27季第1集。作为核电厂的安全顾问，辛巴本身就是个隐患。这天，他又在工位上睡着了，也不管报警声音炸天响，管牛继续睡。房间都着火了，还要再睡5分钟，将灭火的泡沫当做枕头。辛巴一觉就睡到了医院。辛妈对洗医生说，辛巴这天总也睡不醒，度假的时候也大部分处于昏睡状态。洗医生一巴掌扇醒了辛巴，表示他需要做个腰椎穿刺。好家伙，麻醉都不打，直接就扎了上去。在辛小妹的提醒下，洗医生才补了一针。检测报告出来了，辛巴的下丘脑密度非常低，结论就是辛巴得了昏睡症。小新满脸悲戚，他说快要死了，要关闭呼吸机嘛？不用担心，这样的痛苦就由我来承担吧。然后这孩子就把插头拔完了，可惜对他老爸根本没用。洗医生表示昏睡症只是想睡觉而已，只要不引发压力就能正常生活。辛巴马上问，敷枕巾会发病吗？洗医生很生气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企图碰瓷。接着他要给辛巴开了一张病情证明单，他说想要避睡的时候，这就是最好的借口。辛巴还是建议丈夫不要轻易使用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一回家，辛巴就躺在沙发上不动弹，无论是谁请他帮忙，都拿出诊断单来回绝。辛妈拿来接下洗医生的电话，也推三阻四，还说小新整天躺着，辛妈就觉得很可爱，所以理应觉得自己也可爱。但小新是婴儿啊，而辛巴是成年人，辛妈有些头疼。她对辛爸说，你根本想象不到嫁给你是何种感受。事实上她能够想象到，2个红墨的婚礼现场，有一个红墨冲了进来，还抱了个孩子，接着是一条红墨狗，还有神像也是一个红墨。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她觉得自己真是活久见了。不过现实中的辛爸倒是完全忽视了闹剧，果然将重点放在了会说话的窗户上。辛爸去拿药的时候，前面排了整整4位老人，而且最前面那位不知道还要闲聊多久。饶是药剂师有耐心，但辛爸可早就磨没了。药剂师说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，就让辛爸周4下午1点再来。话说改了时间，辛爸本应该早点回家，然而这对于他这样的酒鬼来说是不可能的。辛爸闻出他身上的酒味，但辛爸还是死活不肯承认去了老谋子那里，死不悔改，还想要瞒天过海。辛妈简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一问药也没有买回来。不过辛爸表示他一定会积极接受治疗，当然也包括家庭治疗。辛爸辛妈来到了小左医师那里，辛爸喋喋不休说了一堆废话后，终于轮到辛妈说话了。他说自己知道他的婚姻并不完美，但他现在也只求能够凑合着过。辛妈想小左给自己指条明路，小左也认为他们的婚姻已经腐烂到身躯了。辛妈觉得这话有点太过了，可是看着一旁打鼾都出了泡沫的辛爸，不禁让他觉得似乎事实就是如此。小左说唯一能让他们2人都幸福的办法就是分开一段时间，再分开一段时间，然后离婚。辛妈的惊呼惊醒了辛爸，趁着他还清醒，辛妈说出了那些话。2人回到家后，辛妈就开始收拾行李，孩子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辛妈就悲痛欲绝过来告别。辛妈说专家意见就是他们最好分开，这样才能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小妹询问爸爸是不是过段时间就会回来，辛爸自然觉得就是这样，但辛妈却说也许永远不回来了。辛爸很是难过，他毕竟还是个病人呢。然而辛妈态度坚决，辛爸也只得开车离开了。看老爸渐渐远去，小新泣不成声，他为什么要走都是我的错嘛。不过他是装的，事实上他等这一天很久了。被扫地出门之后，辛巴直接住到了公司，可惜就是这样，他还是迟到了。晚饭一个人在食堂吃，没有电视，娱乐活动就是看星星和整老板。睡觉的时候放上一双手套，假装老婆还抱着自己。但到了第2天，辛巴洗完澡，整个人又恢复到了没心没肺的状态。莱尼尔卡尔都震惊了，都要离婚了，这货怎么还这么高兴？他告诉好朋友们，悲伤已经过去了。他回忆起以前他们每次吵架，到最后辛巴总会让他回去。然而莱尼的话打碎他的幻想，他说辛巴已经将婚姻状况改成了情况复杂。辛巴不相信，为了求证，他马上打了个电话，谁知这次是真的实锤了。辛巴将语音留言中的名字改成了本家姓氏，朋友们听他不用复姓，更加肯定辛巴这是来真的了。老谋子酒吧里，哥们几个在看动画片，这巧了不是，里面也在闹离婚呢。看完之后，辛巴更郁闷了。老谋子安慰他往好处想，男人离婚后身材会更好，但就辛巴而言，能瘦下来就不是他了。莱尼觉得辛巴已经算是很幸运了，毕竟不是谁都能失去辛巴那样优秀的女人。巴尼也很赞成，并马上梳洗打扮，打算追求辛巴。只有老谋子让他们别打击辛巴了，说这对夫妻只是需要再好好谈谈。说来也巧，辛巴电话刚好响了，原以为是辛妈打来的，没想到是药店。得知现在人少，辛巴就去拿药了。药剂师看了看药瓶子，给了辛巴一个忠告：服药时请勿饮酒。这对于一个酒鬼来说可太难了。辛巴马上问，药师已经喝了，还不打算戒掉呢？这话引起了药剂师对辛巴的兴趣，他当即表示想要跟辛巴出去玩。辛巴都不知道这女孩看上自己哪一点了，但女孩已经不由分说的拉住了他。2人来到了灯光摇曳的酒吧，数落了之后，女孩询
询问辛巴，你有没有想过被马姬甩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？女孩说，之前他们都是彼此的初恋和唯一，但是之后辛巴可以尽情享受新的约会。面对女孩暧昧的眼神，辛巴有些犹豫不决。他当脑催促着离开，可身体却像被钉在沙发上。渐渐的，他眼神也有些迷茫了。女孩又在他啤酒里加2粒药，一口下去，眼前完全换了天地。他们手挽手行走在夜晚的街道，霓虹灯都围绕他们的热情舞蹈。辛巴跳进女孩的手臂上，他们一起愉快的跳舞，狂欢跳舞。第二天，辛巴醒来的时候，正一丝不挂的躺在陌生的房间里，旁边还睡那个药剂师女孩。辛巴慌了，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婆交代。虽然女孩觉得他们已经分居，辛巴大可不必这么激动，但他还是急匆匆给家里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辛巴的姐姐赛马，他说辛巴已经出去约会了，还说要是辛巴能猜中他是谁，他就帮他挽回婚姻。很可惜，辛巴猜的是帕蒂，辛巴去见了仙女友小凯的朋友们，他们都很震惊他的眼光，既没有给过小凯房租，也没有给他母亲捐肾，都不知道小凯到底图辛巴的啥。不过最后他们还是知道了原因，那就是辛巴能让他想起童年堆起的雪人。最棒的一点就是他永远不会融化。辛巴听到他们的讨论，表示现在不行了，雪人都是瘦的时候了。接着小凯去见了辛巴的朋友，看两人手臂上的情侣纹身，老谋子惊呼：“你俩来真的了呀！”他说自己其实也在找一个特殊的女孩，因为他的手臂上也有一个纹身。寒暄之后，女孩点2杯天蝎座，但很显然老谋子不知道这是什么酒，得知这是要用长酒杯来装，直接溜出去买杯子了。见老板走了，辛巴直接接2杯啤酒。兰妮调侃他：“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”辛巴确实还挺享受，除了没在家里找到电视机，还有小凯想带辛巴去见他爸爸。虽然从前也有过见家长的经历，但辛巴还是很紧张。好在这位老先生很和善，他表示辛巴和他女儿的年龄差不是问题，因为他也在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孩约会。说曹操到，曹操就到，这个女孩正是辛妈。辛爸辛妈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，很明显他们都对对方的举动很不满，但辛妈还是说出自己的理由。她的新男友老罗和孩子们相处得很愉快，甚至教会了小新打触击球。这话又让小凯愤怒了，你现在变成好爸爸了，我小的时候你怎么从来不在身边？然后这对父女俩就吵了起来。辛巴有些幸灾乐祸，现在你男朋友不完美了，但没想到这并没有影响辛妈他们。老罗直接掏出了戒指，问辛妈是否愿意嫁给自己。辛妈一高兴，表示一离婚就跟他结婚。小凯很是高兴，那样他也能戴上辛巴的戒指了，而且他表示自己已经怀孕了，这可把辛巴吓坏了。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伴随巨大的咆哮声，辛巴从梦中醒来，原来他们现在还在诊疗室里，发现他们还没有分手。辛巴有些庆幸，但很快又将愤怒对准了小左，你为什么要建议我们分手？小左表示自己从未这样说过，还说要是每次都告诉不该在一起的人别在一起，那自己就要失业了。大梦初醒，辛巴说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，辛巴也满怀期待，说辛巴要是真能好好表现1个月，一定会让自己非常惊艳。辛巴真的做到了，他参加了3月份的每一个活动，为了表扬辛巴的行为，辛小妹决定吃一点肉，而小新决定开口唱一首歌。可能是因为这2点太过荒诞，辛巴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这时小雅拿着酒瓶敲了他头，辛巴看手臂上的纹身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嘛。辛巴崩溃地跑回了家，发现老罗正坐在餐桌上吃饭，他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失去一切了。这时辛小妹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她安慰爸爸说他永远不会失去自己，因为他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液，还说自己和妈妈的青少年战争还需要他的支持。这可能就是辛巴最后的慰藉了。就在他们紧紧相拥之时，老罗呼唤辛小妹了，说去买小马之前可以再玩一局国际象棋。一听到这，辛小妹马上离开了爸爸的怀抱回家了。就在辛巴仰天长啸的时候，辛妈醒了，原来以上都是她的梦境。她找到了小左，询问梦的含义。小左说，这意味着有时候你受够了你的丈夫，有时候你又担心失去他。辛爸倒是没什么烦恼，他非常自信，妻子绝对不会离开。辛妈想要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，然而小左的方案还没有说出口，整个故事就结束了。因为刚刚的一切其实只是一幅纹身图罢了，你看到的一定就是真实吗？此刻是现实，也许下一刻就发现身处梦境。或许故事的终点是一幅纹身图，但现实的终点也许永远不知道会流向哪里。脱离动漫，我们似乎在一个真实的世界，然而有时候梦境会模糊现实的界限。大自然里还蕴含着许多的未解之谜，耳听为虚，眼见未必为实。也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